世间有两种东西不变，一是底层规律道，二是人性趋利避害，而世间变化万千的是事物的表象。世界有两套逻辑，一套是显性，一套隐性，而 95% 以上的普罗大众都被困在显性逻辑所造的万千假象中，一生看不到真相。人生所有的追求，出人头地、功名利禄、情感和爱，都与这三个因素有关。赚钱靠的是看透规律，熟悉人性，而赚钱之外的一切也都需要看破万象，然后运用规律和人性达成。规律是天道，人性是人道，文化属性是地道，它们的合力就是天机，因此天机不可泄露。如何掌握规律？对规律的认知靠的是逻辑思维和推导的能力，规律即趋势，偏重理性方面，这就是算法。如何掌握人性？对人性的认知靠的是感知和共情的能力，人性即人心，偏重感性方面，这就是心法。如何看透表象？需要对《金刚经》深入揣摩，了悟佛陀智慧，以开悟之眼观人心浮沉，看利益演化出来的万象之结构，从而抓住主要矛盾，看到底层逻辑，方能破而后立。人性和规律就是人的认知由两部分组成，也是认知的两条脉络，这两者是互为支撑，它们互相交织，类似于 DNA 的螺旋状上升结构，互相支持，不可分割。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打破自己认知牢笼的能力，这个能力被道家称为得道，被佛家称为开悟。它能让你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切表象在你面前都如梦幻泡影，你将看到更加真实的世界。一、人性。一、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，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机遇，其实是看他和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看他代表了谁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风光人物，基本的都是利益集团操控的玩偶，真正的大佬永远只会在幕后。二、大众永远都会同情弱者，只要你是弱者，哪怕不占理，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。大众永远都会嫉妒强者，无论你多么厉害，多么有理，如果据理不让人，不懂得示弱，就会成为万夫所指。三、越成功越需要慎言慎行，如履薄冰，越弱小越可以胆大妄为，可以野蛮生长。而很多人却搞颠倒了，年轻的时候做事畏首畏尾，最终一无所成，成功的时候却胆大妄为，最后终于栽倒。四、现实中的很多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，现实中的很多人往往不是非善即恶非敌即友的。对的极致就是错，错的极致就是对，黑的极致就是白，白的极致就是黑。善恶是非都遵循这个逻辑，事实没有绝对，一直在循环与转化。五、真正厉害的人能随时做到上下兼容和左右调和。上下兼容指的是随时可以和不同层次的人同频，包括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人。左右调和指的是在对和错之间找到最合适的点，是对度的最精准的把握。真正厉害的人是不分高低对错的，随时升降，可左可右，这就是大象无形。六、如果你想独占一切，不留余地给别人，那么你的一切就会被清空。如果你有功却什么都不想要，最后什么都是你的。七、越聪明的人越需要下本功夫，只有笨的人才需要走捷径，如果聪明的人也选择走捷径，一定会遭到天谴。八、越有才华的人越需要深入群众，越不能傲慢，如果有才华的人脱离大众，一定会穷困潦倒，孤独终老。九、当一个人的智商和财富不匹配的时候，这个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，直到你的财富和智商相匹配为止。10、最怕的不是对手太强，而是遭人嫉妒。千万不要在别人失意的时候炫耀你的得意。64卦里只有一个卦象没有灾，那就是谦卦。做人一定要学会示弱，只要示弱就会远离各种算计和是非，做人一定要低调。11、大家永远都只愿意和强者合作，
所以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高调，只有高调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。所谓人之道，损不足而奉有余，你越弱，别人越远离你；你越强，别人越愿意把资源交给你。所以做事一定得高调。12. 当你强对方很多的时候，对方会羡慕你；你强对方一点的时候，对方一定会嫉妒你。离你远的人羡慕你，离你近的人则会嫉妒你。远交近攻这个战略，对于我们个人来言也适用。13. 现实社会中，人人都不甘于平凡，都想实现逆袭，所以必须要给底层人留出上升的通道，比如高考、创业。这样既保证了社会的循环性和活力，又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奋斗的原动力。也因此，中国是一个不断洗牌的社会，千万不要指望能有一天享受安逸的生活，那就是你走下坡路的开端。14. 富不过3代，也穷不过3代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，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贫穷，轮不到你也能轮到你孙子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绝对公平的，只是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一样而已。15. 我们的管理不是靠制度和系统，而是靠人，而人的灵活性非常大，灰色收入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杜绝的问题，所以企业要给关键位置上的员工一定的活动空间，比如采购、财务，只要不那么夸张，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。16. 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、恭恭敬敬，其实内在有一套内在的利益机制在掌握着人的各种行为。有些事只可做而不可说，有些事是只可说而不可做。要想看透每个人的行为，必须要用利益分析法，每遇见一件事，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推导每个人的行为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迷惑。17. 凡是开始能让你爽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会让你痛苦。比如美女、美食、美颜、美丽的罂粟花，都能让人快乐到死。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，比如性爱，每一阵快乐结束后都伴随一阵空虚。凡是开始能让你痛苦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也会让你快乐。比如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寒门出贵子等等，只要你能忍受开始时的痛苦，接下来的生活会越来越顺畅。18. 凡是让你成功的东西，一定会让你麻痹，比如那些成功经验和心态，一定会成为下一次成功的阻碍。凡是让你失败的东西，一定也会成为你的垫脚石，总有一天你会踩着它们成功。社会本质也是一个大平衡，所有强大的东西都正在变弱，所有弱小的东西都正在变强。所有的快乐都潜伏在痛苦，所有的痛苦都隐藏着幸福。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月满必亏，否极泰来。2. 规律。1. 一切都是以人为本，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。无论你事情做得多么成功，如果不懂做人的道理，照样会一败涂地。你10次做事上的成功，也无法掩盖1次做人的失败。把事做好的同时，还要求你能搞定人，同时又不被人搞，这就是最大的成功。2. 最厉害的本领不是你能力多强，而是如何通过牺牲小利益而收获大价值，懂得舍小而取大，这是做人的大道，远胜过做事的技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3. 我们的组织只能拿出 20% 的智慧去做事，剩余 80% 的智慧都会用在内耗内斗上，所以中国的老板往往比较累，他们除了开拓市场之外，必须把大量精力放在对人的治理和管理上。所有老板都想寻找一套合理的系统去维系企业的运转，结果往往是这些制度根本无法框定人，结果老板只有事必清功，样样都管，很难做到放权。4. 为什么大多数人活着那么累？
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都太聪明，太会算计了。每个人都在努力向上，为了达到目标，可以不讲规则，可以没有底线，只有爬上去后再给自己洗白，所以几乎人人都有原罪，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。5. 正是因为大家攀爬的时候不讲规则，互相踩踏，所以下面的人对爬上去的人都是不服气的，他们要千方百计把那些爬上去的人拉下神坛，才能甘心。上天是公平的，越是好的东西，越能藏住坏的东西。人们的聪明和智慧，恰恰也承载了人们的丑陋和自私，这也是一种平衡。6. 在我们的传说里，各种神仙妖魔都是人变的，比如《封神榜》里的诸神，八仙过海里的八仙，比如关公、托塔李天王、钟馗、华佗，这些神都是被大众册封的人。所以我们其实从来不崇拜神仙，只崇拜英雄。人很容易被封神，也很容易被妖魔化。一旦你被捧上神坛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对的；一旦你走下神坛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所有人都会踩你，务必充分小心。7. 社会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筛选出最愚蠢、最慵懒的人，然后把他们打入最底层，也会通过各种高明的方式把那些钻空子、逍遥法外的坏人抓过来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8. 一个天天喝牛奶的人，无论喝的奶有多好，他的身体永远都比不过天天给他送牛奶的工人。同样，一个天天送牛奶的人，无论多么卖力的干活，他的收入永远都比不过天天在家里喝奶的客户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9. 攻击对手最狠的方式，避开就事论事，直接给对方扣上一顶帽子，从人品的角度全面否定这个人，这样他所有的言行都没有公信力了，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。这个招数被无数人掌控，包括小人，历史教训有很多，我们务必小心。10. 同样的事由不同的人干，完全是不同的结果，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社会。我们宁可信任熟人、靠谱的人，也不信任靠谱的事。既然以人为中心，那么人势必走向拉帮结派，开始门派斗争，这是任何一个组织做大后都无法避免的情况。11. 人的结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所以企业或其他组织做到一定程度，一定就会发生派系斗争。派系斗争就是所有组织的宿命，高层管理者靠路线，中层管理者靠站队，基层员工靠喊口号，到最后公司核心不再是做业绩，而是互相斗智斗勇。12. 当一个组织大到了一定程度，就会出现瓶颈。解决瓶颈的最好办法就是结构重组，借机除掉那些没有贡献但有特权的人，然后扶植那些有贡献的人上位，从而形成更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。13. 正是因为我们是以人为本，所以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江湖规矩解决的。江湖规矩的本质就是各大利益集团的不断平衡，所以懂江湖规矩比懂法律更重要。14. 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人的问题，是人的品格、修养、格局的问题。5000年的传统文化处处强调修身养性，5000年的社会变迁始终围绕治人这个最核心，时刻加强人在思想道德上的管理。这恰恰也是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，搞定人就搞定了一切，人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15. 对于创业来说，初级阶段的重点是建立模式和渠道，往往依靠老板自己的资源和能力。中级阶段是建立组织，是用人和管人，充分激发人的创造性，并控制人的各种非分之想。高级阶段是赋能，把能量赋予广大群众和用户，让他们和组织一起发光发热。以上，这就是社会的基本定律。3. 万象。认知有3个层次。第一层，诸葛亮明知城是空的，却可以故作淡定。第二层，司马懿明知诸葛亮使出的是空城计，却还故意捕捉他。第三层，诸葛亮明知司马懿识破了自己的空城计，却还可以继续淡定。也可以这样理解：第一层，诸葛亮在撒谎；第二层，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在撒谎；第三层，
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知道自己在撒谎，但是他还是可以淡定地撒谎，因为司马懿都明白一个道理，自己与诸葛亮同在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诸葛亮也明白司马懿明白这个道理。双方的较量不在战场，而在千里之外的朝堂，这是最高境界的默契。于是做事也有3个境界。第一层，我们知道对方在说谎；第二层，对方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；第三层，我们也知道对方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但是我们依然允许对方光明正大的撒谎。这就是做事的最高境界，平衡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明知道自己在说套话，我们也知道对方在说套话，大家都知道彼此在说套话，却还可以一起心知肚明、正儿八经地说套话。这就是形成了一套既定的社会秩序，而且维持了几千年。肯定有人会问，大家都在互相说假话、套话，真的合理吗？为了深刻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深刻说明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这个社会也有2套秩序，一套是显性秩序，一套是隐性秩序。显性秩序是普罗大众的，教你安安稳稳过好这一生，让你不要多想。隐性秩序是少数人独享的，传内不传外，他们偷偷操控世界的运转。我们平时在培训课堂、短视频、大众书籍里看到的，都只不过是安抚芸芸众生的心灵鸡汤。而像帝王术、绝学、天机、真相等等，永远不可能在普罗大众中流传。为何我们都在喝鸡汤，却看不到真相？因为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真相从古至今都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就是发现了这2套秩序的关系。显性秩序浮在表面，围绕道德展开，人人都知说不做，停留在口号和嘴里。隐性秩序潜在水下，围绕利益展开，人人都只做不说，只应用于实际行动。所谓透过表象看本质，就是只要穿过显性秩序去窥见隐性秩序。你看到的公平正义都是表象，社会的本质其实弱肉强食。所谓看破不说破，指的就是隐性秩序只可被默默使用，但千万不能说出来，一说就会惹祸上身。显性秩序是幌子，是大家互相标榜的口号。你要是完全按照这套秩序行事，必定会一事无成，而且被大家嘲笑。隐性秩序才是本质，你直接用就行了。要是非要把它说穿，就破坏了这2套秩序相辅相成的结构，肯定要受到惩罚。因此，很多真话是不能说的，你只要说出来，马上就有灾难，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运转秩序。佛曰：不可说。要想推导事情的进展，或者看透一个人，不能用显性秩序，必须要用隐性秩序。由于隐性秩序的维系都是靠利益，所以这套方法也叫利益分析法。所谓利益分析法，就是每遇见一件事，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推导每个人的行为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迷惑。切记，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，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机遇，其实是看他和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看他代表了谁的利益。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风光人物，基本的都是利益团体操控的玩偶。弄懂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能瞬间想通之前很多想不通的事。比如，很多人挂在嘴上说的全是仁义道德，张口就是要利他，但是内心盘算的一定是利益。因为一个人内心越缺少什么，就会越要展示什么。比如，一定要小心那些嘴上说话很好听的人，这些人内心盘算也往往更深。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嘴里说的话，你只能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。比如，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是嘴里一套心里一套，很虚伪。但是这种人往往在社会上混得开。为什么做实事的人往往总是吃亏？因为他们做事遵循了显性秩序，但显性秩序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。为什么说实话的人往往到处碰壁？
因为他们把隐性秩序说了出来，但隐性秩序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。正是有了两套秩序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明明都知道它是假的，但照样可以做到视而不见，把它假戏真做。比如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自己在说空话，我们也知道对方在说假话，我们都知道彼此都在说套话，大家一起心知肚明，正儿八经地说个套话，这就是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秩序。世界的本质就是构建出的各种假象。往小的方面说，生活处处都在造假，财务作假，收视率作假，电商刷单作假，直播数据作假，粉丝量作假，投票作假，就连奶茶店都得花钱请人制造排队的假象。往大的方面说，商业的本质就是假象，看看我们身边吧，每天都有各种公司花费投入金钱在影响我们，从广告、包装、促销到电视、电影等等，采用各种方式渲染，从而影响你和家人去消费，从中牟利。资本的本质也是假象。资本大鳄索罗斯说，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。要获得财富，做法就是在进入之前先认清其假象，投入其中，然后在假象被大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。这恰恰也是这个社会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它通过一系列表象迷惑我们，考验我们的深度思考的能力。凡是能同时看到这两套秩序的人，都能走向成功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眼里只能看到第一套秩序假象，就会因为被假象蒙蔽而被社会淘汰，甚至被人不断收割。世界上 99% 的人都活在假象里，他们总是被洗脑和收割，只有 1% 的人才能看清真相，他们才是世界的操控者。真道假出真亦假，假道真出假亦真。金刚经里一直强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当我们不执着于表象的时候，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。这也叫不着相，不住相。孙子兵法里说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意思是你看到的是虚的，往往是实的；你看到的实的，往往是虚的。金刚经里还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意思是一切表象都是我们内心的深处的虚设，如果你能看到各种表象背后的本质，你就彻悟了。这就叫借假修真，借着假合的表象来求得真我，修成正果，这是人类最顶级的智慧。真道假出真亦假，假道真出假亦真。一切的人、事和手段都只是一个相。其实人不是活在真相里，而是活在希望里。人一旦发现了没有了希望，才是真正的绝望，而假象的背后正是各种希望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看透世界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。那些能够带领大家看到希望的人，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英雄。最后，我仍然忍不住想提醒一下大家，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你经历风雨后看透了真相，人生最难得的是当你看透真相后还能守住那颗初心。忘掉真相，回归初心，你就彻悟了。愿你跨越千山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